但凡读过《封神演义》的人，心里多半都盘旋过一个解不开的疑问：通天教主执掌截教，坐拥万仙来朝的声势，手握诛仙4剑这等先天杀气，门下弟子高手如云，法宝无数，论硬实力明明远胜阐教，怎么打到最后反而是截教分崩离析，万仙陨落，连通天本人都被红军老祖带回紫霄宫，落了个教派覆灭，自身受限的下场。说出来很多人可能不愿信，整场封神大战打下来，截教从始至终都不是输在实力不济上，甚至单论正面斗法的硬实力，截教从来就没真正输过。我们先把最实在的家底摆出来，一层层看，看看截教的实力到底有多夸张。先说最基础的门人规模，阐教走的是精英路线，元始天尊收徒弟调得极严，讲究根正苗红，出身正统。玉虚宫一脉数下来，核心战力就是12金仙，再加上燃灯道人、南极仙翁、云中子几位老一辈仙人，往下算姜子牙、杨戬、哪吒、雷震子这些3代弟子，满打满算能拉上战场斗法的，加起来也就20-30号人，人是少了点，但个个出身名门，顶着玉虚宫嫡传的名头，走的是精品路线。可截教完全是另一个路子。通天教主讲有教无类，不管你是披毛戴角之辈，师生卵化之徒，只要有心向道，愿意入门，他都愿意收。所以截教的势力是实打实的万仙来朝。这4个字不是文学夸张，是真有上万名修士从3山5岳、4海8荒汇聚到碧游宫门下，从外门弟子到内门真传，层级分明，数量庞大。单论人数，截教是阐教的几十上百倍，凡间各处的关隘、洞府、水府，到处都有截教弟子的身影，相当于整个天下的修道之人，十有7、8都在截教门下。数量多也就罢了，截教的精英战力更是夸张到离谱。很多人以为12金仙是封神里仙人的天花板，可真到了战场上，12金仙在截教核心弟子面前屡屡被打得抬不起头。先说赵公明，这位峨眉山罗浮洞的仙人是截教外门大师兄，论辈分和12金仙平辈，论实力却差出了一个次元。当年文太师讨伐西岐，请到赵公明出山，他一出手就拿出定海珠，连着打翻赤金子、广成子、道行天尊、玉鼎真人、灵宝大法师5位金仙，打得阐教众人不敢出营。连阐教2把手燃灯道人上前对阵，都认不出定海珠的来历，被赵公明追着打，最后只能借土遁跑路，连自己的坐骑梅花鹿都丢了。堂堂玉虚宫5位金仙，加上燃灯道人，联手都挡不住一个赵公明。最后怎么赢的？不是正面打赢的，是路押道人拿出旁门左道的钉头7剑书，筑了个土台，天天对着草人射箭，咒了整整21天，才把赵公明咒死在营里。换言之，正面硬刚，阐教没人能接得住赵公明，只能靠阴招暗算，靠不讲规矩的手段，才勉强除掉这个对手。赵公明死了，三霄娘娘又下山了。云霄、琼霄、碧霄3位是通天教主的亲传弟子，住在三仙岛，论辈分比12金仙还高半倍，手里的九曲黄河阵是封神全书里排得上号的凶阵。三霄本来不想掺和红尘事，奈何哥哥赵公明惨死，气不过才下山报仇。这九曲黄河阵一摆开，直接把12金仙全困在了阵中，削了他们顶上3花，散了胸中武器，千年道行一招散尽，全都打回了凡夫俗子的境界。那时候燃灯道人就在阵外看着，愣是不敢进去救人。最后怎么破的阵，是元始天尊亲自驾临，随后老子也赶来，2位圣人级别的人物联手，才破了黄河阵，弄死了琼霄、碧霄，把云霄压在了麒麟崖下。也就是说，12金仙在三霄面前连还手的资格都没有，必须得师父辈的圣人亲自下场，才能摆平这3位截教女仙。这还只是截教外门和内门的弟子，还没算上那些旁门出身的狠角色。比如后来的孔宣，本是商朝三山关总兵，本体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只孔雀，一身五色神光，5行之内无物不刷。杨戬、哪吒、雷震子这些周营猛将上去就被神光收走，打神鞭、杏黄旗、降魔杵这些阐教至宝，
来多少刷多少。燃灯道人不信邪，上前斗法，结果连定海珠和紫金钵盂都被刷走了，只能灰头土脸败阵而逃。孔宣一个人就把整个西岐大军拦在金鸡岭，寸步难进。周营上下无人能敌，最后逼得西方教的准提道人亲自出手，献出18手24手的金身法相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勉强降服孔宣。可以说，单论个人战力，孔宣几乎是圣人之下第一人，阐教全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再到后面的万仙阵，截教金陵圣母坐镇阵中，一人对战文殊广法天尊、普贤真人、慈航道人3位金仙。这3位当时都已经得了圣人赐的法宝，献出了法身，相当于3打1。可金陵圣母丝毫不落下风，打得有来有回，最后怎么死的？是燃灯道人躲在暗处，趁金陵圣母不备，用定海珠偷袭，一珠子砸在他头顶上，当场殒命。堂堂截教4大圣母之首，不是正面斗输的，是被人按下黑手害死的。还有十天君摆下的10绝阵，每一阵都凶险无比，阐教要破阵，每次都得先送一个人进去祭阵，拿人命填才能破。还有吕月的温黄阵，撒下温丹，差点把整个周营的将士都团灭。最后靠杨戬去火云洞求了丹药，才解了危难。这些还都只是截教的2线3线战力，就已经把阐教逼得次次走投无路，次次都要靠外援，靠暗算，靠圣人兜底才能过关。最后说最顶尖的战力，也就是教主本人。通天教主是红军老祖的3弟子，和老子、元始天尊同出一门，论道行修为，3位圣人本就在伯仲之间，差不了多少。但通天手里有诛仙4剑和诛仙阵图，这一套诛仙阵是先天第一杀阵，书中明明白白写着非4圣不可破，什么概念？就是元始天尊一个人进去根本破不了阵，甚至还要吃亏。后来通天教主在界牌关摆下诛仙阵，元始天尊自己先进去看了一圈，阵里剑气纵横，杀机四伏，元始天尊转了一圈，连阵门都没敢破，转身就出来了。他心里清楚，单靠自己一个人破不了诛仙阵，搞不好还要在弟子面前丢面子。换言之，单论教主级别的实力，通天教主加上诛仙阵，一个人就能压住元始天尊。阐教只有元始一位圣人，截教也有通天一位圣人，可通天的阵教大阵单个圣人根本破不了。再往下数，截教有万仙阵，有6魂幡这种能咒杀圣人的狠力法宝，还有上万名弟子听候调遣。从门人数量到精英战力，再到教主本人的硬实力，截教方方面面都压过阐教一头。说句实在话，要是真按江湖规矩，门派对门派，教主对教主，公平斗法，各凭本事，阐教恐怕早就被打没了，根本撑不到武王伐纣成功。拥有如此实力的通天教主，坐拥万仙来朝的截教，为什么最终还是一败涂地，落得个教派覆灭，自身被禁的下场？表面看来原因好像顺理成章，很多人读封神读到最后也都是这么认为的。第一个原因是截教内部鱼龙混杂，弟子根行参差不齐。通天教主奉行有教无类，什么出身的都收，导致门下弟子良莠不齐，很多人根基浅薄，杀劫深重，本来就该上封神榜。不像阐教，收弟子千挑万选，个个根行深厚，福缘不浅，自然能躲过杀劫。所以封神大战就像大浪淘沙，不合格的被淘汰，合格的留下来，截教人多，死的人自然就多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第二个原因是通天教主本人耳根子软，沉不住气，被门下弟子一撺掇就下场了。一开始通天教主其实是守规矩的，3教共签封神榜的时候他也同意了，还特意叮嘱门下弟子紧闭洞门，敬送皇庭，不要掺和红尘杀伐，免得榜上有名。结果后来广成子3夜碧游宫打死了火灵圣母，还把金匣罐送上门来，相当于当着全教弟子的面打截教的脸。多宝道人、金陵圣母他们在旁边一扇风，说阐教欺人太甚，骂咱们是旁门左道，披毛戴角，教主您要是再不出头，截教的脸面就丢尽了。通天教主本来就护短，被弟子们这么一激，面子上挂不住，当场就动了无名之火。先是把诛仙4剑交给多宝道人，让他去界牌关摆阵，要给元始天尊一点颜色看看。
后来诛仙阵被破，他更是亲自下场，又摆了万仙阵，越闹越大，最后彻底收不了场。很多人说，要是通天教主能沉住气，一直不管红尘事，截教就不会落得这个下场，都是他自己冲动惹的祸。第三个原因是截教弟子不懂协同作战，被逐个击破，还出了申公豹这么个卧底。你看整个封神过程，截教弟子都是分批下山的，今天来10天，君败了，明天来赵公明死了，后天来三萧也没了，在后面吕岳、马援、孔宣，一个接一个来，一个接一个被收拾，从来没有一次性把所有精英战力聚齐，一鼓作气打垮西岐，都是添油战术，白白送了人头。再加个申公豹，凭着一句道友请留步，走遍3山5岳，专门忽悠截教弟子下山，不知道把多少原本能安稳修行的仙人骗进了封神战场，填了封神榜的窟窿。内部不团结，外部有人挖坑，截教不败才怪。这么听下来，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？截教的败好像就是败在管理混乱，教主冲动，弟子轻敌，是他们自己作死，把一手好牌打烂了。很多人读到这里也就接受了这个解释，觉得通天教主就是脾气暴躁，拎不清，好好的万仙大阵让自己给玩没了。但你要是往细了琢磨，就会发现不对劲。这些说法都只是台面上的原因，是战术层面的得失，根本撑不起截教覆灭这么大的结局。真正决定截教生死的，从来都不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对错，而是从一开始就写死了的规则。不过真正的原因要往更深的层面挖，说到底，截教的失败从来都不是实力的失败，而是规则的失败。这场封神大战从根上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教派对决，而是一场早就定好了剧本的天命大戏。通天教主和他的截教从一开始就是被选来献祭的一方。我们得先搞明白一件事，封神榜到底是怎么来的。书里说，是因为昊天上帝要12仙守称臣，三教于是共签封神榜，议定365位正神，分8部各司其职。听起来是三教坐下来商量，公平公正，大家都同意了。可你仔细品一品，就会发现这件事从立项开始，天平就是歪的。昊天上帝是谁？是天庭的主宰，是三界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，背后站着的是红军老祖。他要扩充天庭班底，要有人干活，所以要从道门里抽人。那抽谁的人呢？人教就老子一个，徒弟只有玄都大法师一个，根本没人可抽。阐教满打满算就12金仙，把他们都抽去天庭，阐教就空了。元始天尊肯定不干，算来算去，就只有截教最合适，人多势大，出身杂，正好拿来填封神榜的365个窟窿。换言之，封神榜从最开始谋划的那天起，主要的人头来源就定好了，就是截教弟子。所谓的三教共签，不过是走个流程，给通天教主一个台阶，让他自己点头认下这件事。你想，红军老祖都定了调子，要给天庭补充人手，要完成这场天地杀劫，通天作为最小的徒弟，敢不同意吗？他就算明知道自己门下弟子要死一大批，也得签这个字，这就是规则，是师父定下的规则，是三界最高的秩序，他没得选，也没资格讨价还价。既然人头来源定了，接下来就是怎么让这些截教弟子顺理成章的死，顺理成章的上榜，总不能让红军老祖直接出手，把截教弟子都打死吧？那也太吃相难看了，传出去道门脸面无光。所以就有了凤鸣岐山，周氏当心，有了商纣无道，武王伐纣，把教派之间的利益分配裹在朝代更替的壳子里，把截教弟子一个个引下山，让他们自己主动跳进杀劫里，送死上榜。这就是为什么阐教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，因为他们顺应天命，而这个天命就是红军定下的天命。截教弟子只要下山帮商朝，就是逆天命，就是助纣为虐，打死你都是替天行道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觉得不公平，天命就是最大的公平，规则就是这么定的，你不服也得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场战争的斗法规则从来就不是什么1对1单挑，门派对等对决，而是只要能赢，多少人上都行，什么手段都能用。你看阐教打架从来就不讲江湖规矩，
打不过赵公明，就用钉头七剑书暗算，背后咒人；打不过三萧，就请2位圣人下场，以大欺小；打不过孔宣，就去请西方教的外援，让外人来插手道门内部的事。到了破诛仙阵的时候，更是离谱，直接凑齐了元始天尊、老子、接引道人、准提道人4位圣人，联手对付通天教主1个人。4个同级别对手打1个，说出去确实不好听，但规则允许。因为规则的制定者本来就是想让通天输。你通天不是厉害吗？不是有诛仙阵吗？不是号称非4圣不可破吗？那我就给你凑齐4个圣人，光明正大的破你的阵，让你输得无话可说。很多人疑惑西方教是外人，接引和准提凭什么来参火东土道门的事？他们就不怕红军老祖怪罪吗？答案很简单，没有红军老祖的默许甚至授意，西方2圣根本不敢随便插手。说白了，西方教就是红军请来的外援，专门用来分摊成本对付截教的，代价也很明确，允许西方教在东土传教，收走一批有缘人。比如孔宣、马元、法界，还有后来的文殊、普贤、慈航3位，都是这场交易的一部分。截教覆灭，阐教拿名声，西方教得人才，天庭得人手，多方共赢，输的只有截教一家。这都是规则里写好的，都是早就谈妥的利益分配。也就是说，通天教主从头到尾的对手从来就不是一个阐教，而是阐教加人教加西方教的联盟。而这个联盟的背后还站着规则的最终制定者红军老祖。他一个人带着截教在跟整个3界的统治秩序对抗，在跟早就定好的天命对抗，这怎么可能赢？我们再往深说一层，所谓的根情深浅本身就是一套规则话语，是胜利者定义的标准。阐教说你根行深厚，你就算被削了3花也能恢复道行，最后还能成佛成菩萨。说你根行浅薄，你就算实力再强，道行再深，也是命中注定该上榜。为什么截教弟子大多被说成根行浅薄？因为他们出身旁门，不是玉虚宫正统，不符合规则制定者定下的标准，可实力是骗不了人的。赵公明比12金仙都强，三萧能团灭12金仙，孔宣能刷遍周营无敌手，这叫根行浅薄。要是根行浅薄的人能把根行深厚的人打得满地找牙，那这个根行的标准也太可笑了。说白了，根行就是个借口，是给你该死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规则说你该上榜，你就算天纵奇才，也是根行浅薄，气数已尽。规则说你不该死，你就算闯了大祸，也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2金仙。九曲黄河阵里，12金仙被削了顶上3花，闭了天门，千年道行毁于一旦。按说这应该是根情不够，福缘浅薄吧。结果呢？元始天尊出手护着，后来西方教又帮忙加持，一个个不仅恢复了道行，还更上一层楼。有的最后还入了西方教，成了菩萨，地位比以前还高。同样是遭劫，截教弟子遭劫就是生死道消，上封神榜；阐教弟子遭劫就是历劫修炼，更上一层楼。这就是规则的双标，也是规则的本质。规则永远是为制定规则的人服务的。还有打神鞭，姜子牙拿着，号称是打神的，可为什么打在截教弟子身上一用一个准，打在阐教弟子身上就没效果？因为打神鞭本身就是执行规则的工具，它的作用就是确保该上榜的人都老老实实上榜，一个都跑不掉。规则定了，你要上榜，你就算再厉害也躲不过这一边。所以你看，整场封神大战，通天教主其实一直都在规则的圈套里打转。他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，摆诛仙阵，布万仙阵，想靠实力赢回脸面，想争一口气。可实际上他自己都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，整个棋盘都是红军老祖摆的，输赢早就定好了，他再怎么折腾也翻不出规则的手掌心。只要红军老祖不松口，只要天命的走向不改，截教就必然失败，通天教主就必然要输。这跟他本人的道行没关系，跟弟子的实力也没关系，规则要你输，你就不可能赢。俗话说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比被贼惦记更可怕的是，惦记你的不是贼，是制定规则的人，他想让你输，有的是办法。
可以给你的对手开外挂，可以给你身边的人煽风点火，可以一步一步把你引进圈套里，最后还让你觉得是自己脾气不好，决策失误，才导致了失败。就像广成子三叶碧油功，表面看是广成子不懂事，打死了火灵圣母，还特意把金匣罐送上门，故意挑衅截教。可你细想，广成子是什么人？玉虚宫12金仙之首，行事最是沉稳老练，没有元始天尊的授意，他敢单枪匹马闯碧油宫，当着通天教主的面打截教的脸。说白了，这就是故意安排的，就是要激怒通天教主，就是要逼他先出手，打破约定。只要通天教主一动怒，摆出诛仙阵，那阐教联合人教联合西方教对付他，就名正言顺了。是你先破坏规矩的，就别怪我们以多欺少。通天教主这一怒，正好就掉进了早就挖好的坑里。双拳难敌四手，猛虎斗不过群狼，更何况这群狼背后还站着个拿着猎枪的猎人。通天教主这只猛虎再怎么凶猛，再怎么爪牙锋利，也逃不过猎人早就瞄准的枪口。其实书里有一个细节，很多人读的时候都没太在意，正好把这件事的本质点得透透的。万仙阵被破之后，截教弟子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被抓的被抓，万仙来朝的盛况，转眼就成了过眼云烟。通天教主身边只剩寥寥几个弟子，又气又恨，打算回紫霄宫找红军老祖告状，想让师父给自己评评理。结果他还没动身，红军老祖自己先来了，把老子、元始、通天3个徒弟都叫到跟前，当场调解。你看红军老祖来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他没有查谁对谁错，没有问为什么4个圣人打1个，也没有说阐教请外援合不合规矩。他上来先把通天教主数落了一顿，说他不守本分，妄动无名，以致荼毒生灵，残害众生。意思就是都是你没事找事，才闹出这么大乱子。然后又轻描淡写地说了元始天尊几句，说他也有不是，又说老子也有过失，各打50大板，听起来公平得很，一碗水端平了。可最后实际的处理结果呢？他让通天教主跟自己回紫霄宫，名义上是带回宫修行，实际上就是把通天软禁起来了，等于彻底剥夺了他的话语权，让他再也不能翻案。而阐教和西方教呢？该拿的好处都拿了，该收的人都收了，封神榜也封完了，天庭也补齐人手了，什么损失都没有，反而赚得盆满钵满。最耐人寻味的是，红军老祖还拿出3粒丹药，让3个徒弟每人吃1粒，说这丹药是用来化解仇怨的，谁要是以后再起争斗之心，丹药就会当场发作，让他身陨道消。你仔细品一品，这丹药到底是防谁的？老子和元始天尊赢都赢了，好处都揣兜里了，他们会再起争斗之心吗？当然不会。真正心里不服，最有可能翻案的，只有输得一干二净的通天教主。所以这粒丹药说白了就是给通天教主准备的，就是要给他上一道枷锁，让他老老实实认下这个结果，不许再有任何异议。从头到尾，红军老祖都没说过一句你输了，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敲定通天输的结局。因为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他定好的结局，他今天来不是来评理的，是来盖章确认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通天教主也终于明白了，他没有在争辩，也没有在反抗，只是安安静静地跟着红军老祖走了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己输的不是道行，不是法宝，也不是弟子不够强，输的是自己从来就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利。他以为凭自己的实力，凭截教的声势就能争出个公道，可到头来才发现，公道从来都不是打出来的，是规则制定者说了算的。在绝对的规则面前，再强的实力也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截教万仙终究是成了天命的祭品，通天一世修为终究抵不过红军的一句话。这世间从来就没有什么以弱胜强的奇迹，有的只是规则之内早就写好的结局。